又是波音啊，达美航空的波音767客机啊，发动机起火啊，紧急降落在了洛杉矶国际机场。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今天我们聊一个刚刚发生的突发事件啊，就昨天其实一架原定从洛杉矶飞往亚特兰大的达美航空的波音767客机呢，航班号是 DL446啊，在起飞后不久啊，就因为发动机故障，紧急降落回了洛杉矶国际机场。我很多朋友都通过各种渠道啊看到了这个消息啊，特别是最近印度航空 AI171空难的噩耗传来之后啊，大家对航空安全都特别关注啊。我们的频道呢也一直在持续跟踪多起空难的调查进度，希望给大家带来更深入的了解。今天我们就借助这位名叫 LA Flies 的 YouTube 博主啊，在洛杉矶机场的直播录像，他非常幸运的捕捉到了这架达美航空446航班起飞和紧急降落的过程。拍摄的画面还是非常清晰的。我们之前看到的几张关键图片呢，都来自于他的直播截图。Oh, look at that! Whoa! Was that a compressor stall? What's going on? Whoa! Whoa, whoa, hang on. That's not good. That's not good, guys. I'm turning up ATC, I don't hear anything. Whoa! I'm guessing compressor stall, but that's speculation. Oh my gosh. That caught me by surprise, everybody. We're gonna be keeping a track on it. We're gonna be keeping track on it. Uh-oh, that's not good, everyone. Well, listen, I'm speculation. All right, it's just about 20 seconds from touchdown. Here comes Delta 446. I don't see a fire, so it must have been put out. And thankfully the hydraulics are functioning and we got the landing gear down for the 767. Coming in hot, coming in really fast. Now the 767 is coming in very heavy. It didn't drop any fuel. Engine number one, who had the big flare. Delta 4467, pay attention. We'd like to stop here on the runway and have the left hand LA Tower, we'd like to hit 25 left at Alpha 8 for emergency aircraft. Art 6, LA Tower, proceed on runway 25 left on Alpha.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架达美航空的波音767-400客机啊，机龄呢已经是24年，注册号是 N836MH。那根据航空媒体叫 Aviation A2Z 的报道啊，这架飞机啊是在周五当天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后不久，左侧发动机就发生了故障，并且起火了。那这张照片可能大家在网上都看到过啊，画面还是非常惊险的。左侧发动机清晰的可以看到火焰喷出。幸运的是呢，根据官方消息呢，机上的人员是安全的，还没有人受伤。飞机在起飞降落之后啊，火呢也就灭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发动机起火的突发状况呢？我们不妨一块来给它分析一下啊。首先啊，从 LA Flies 啊，他这个博主拍摄的角度来看，我们注意到啊，起火呢是从发动机下缘开始的，而且一开始火势并不大，是缓慢的开始烧起来的，大约在飞机起飞后10几秒钟这么个样子啊。那这个细节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讨论过啊，现代奔继式客机，它虽然非常可靠，但是在高负荷运转的时候啊，它这个内部环境还是非常严苛的啊。发动机下部啊，通常是附件齿轮箱啊，就 AGB 所在的位置，这里驱动着燃油泵啊、滑油泵、发电机，
还有这个液压泵这些关键部件，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易燃气体的管路。大家可能见过发动机拆开壳子后全是管子，对吧？因此啊，一个非常可能推断就是在飞机起飞的时候啊，发动机达到了最大推力的时候呢，管路里边的压力和温度也达到了峰值，导致某一根燃油啊或者这个润滑油的管路呢，或者呢，它接头发生破裂啊泄露。那泄露出来的燃油或者润滑油溅到了发动机的这个高温的部件上呢，就被点燃了，就形成了我们看到这个火焰，是小火慢慢这么烧啊。所以呢，这种泄露啊，逐渐加剧，并且被点燃过了。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啊，尽管发动机是在燃烧，但没有明显的黑烟啊。从这个视频里边，这有可能是在高空这种高速飞行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即使发动机已经部分失效了或者停了，仍然有充足的空气流过发动机，使得泄漏的燃油啊能够相对充分的燃烧。那充分燃烧的产物呢，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嘛，火焰呢就会呈现出黄色或者橙色，而不会产生大量的代表不完全燃烧的那种碳颗粒，就是黑烟了啊。当然啊，我们在发动机起火之后啊，飞行员肯定会立刻执行标准的紧急程序，包括切断油门、切断燃油供应，就是我们昨天刚刚说的启动灭火程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后续的画面里边，特别是看到飞机在紧急降落的时候啊，发动机外部的明火呢，似乎已经消失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在飞机降落在跑道上呢，从外部来看，发动机的火焰已经看不见了。很有可能啊是飞行员在空中呢就成功的切断了主燃油供应，并且可能已经使用了机载的灭火系统。机载的灭火系统啊，通常呢会向发动机内释放高效的灭火剂，扑灭火焰啊。不过啊，即使外部火焰被扑灭了，发动机内部啊可能存在高温或者局部的闷烧啊，不是闷烧，是闷烧啊。这也是为什么在飞机停稳之后啊，我们通常会看到这个机场消防车辆会迅速赶到飞机旁边，对发动机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和冷却，确保它安全。所以 LA Flies 这个博主呢，也拍摄到了这架飞机在地面滑行的画面，非常近距离的给我们展示了曾经起火的这个发动机啊。我们看这个发动机后半部分啊，特别是银色的那个金属蒙皮区域啊，有明显的烧灼和烟熏的痕迹。这个位置啊，正好我们之前推测的火源呢，可能就来自于发动机的中后部下方的附件区域，还是比较吻合的。黑色的烟熏痕迹就清晰的表明什么呢？火焰和浓烟就是从这个区域喷出来的。特别是蓝色和这个银色蒙皮的这个接缝处啊，可以看到一道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烟的痕迹，很有可能就是烟熏点附近主要的火焰和烟雾的通道啊。那对比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空中火焰的画面啊，再结合这张地面近距离的这个照片，我们可以更加确信啊，这次发动机的故障不是灾难性的内部爆炸，比如叶片断了，咣一下是吧？更像的是由于燃油或者润滑油泄漏引发的这个外部燃烧，所以飞行员呢就及时有效的处置，以及飞机自身的安全设计啊，最终保障了飞机上的这些人员的安全啊。那当然，这个事件的具体原因还需要等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官方调查结果，他们会对这一台发生故障的发动机啊进行详细的拆解和分析，包括检查燃油和滑油管路是否有破裂啊，检查发动机是否存在内部的机械故障。所以我们作为航空安全爱好者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起事件的进展，并在我的频道松说英语呢，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信息和分析希望今天的这个分析能够帮助大家深入了解这个突发的小事故啊。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电视里放的 LA Flies 这位博主他提供的这个清晰的现场画面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航班都能安全起落每一次飞行都能平安顺利到达，好吧？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h my gosh. That caught me by surprise,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keeping a track on it. We're going to be keeping track on it. Uh-oh. That's not good, everyone. Well, listen, I'm speculating.